朋友们，今天给你们扒一扒汽车行业最坑爹的套路。7款号称高端耐用的发动机卖的时候吹得天花乱坠，结果坏得比山寨货还快。注意啊，这些可都是待认证、延保的旗舰款。广告里说什么用到报废都不用修，结果全是拿黑科技当幌子，里头藏着致命缺陷。最绝的是4号发动机装在5万欧元的豪车上，平均1年准趴窝。7号更搞笑，厂家自己都兜不住了，2年修到崩溃，直接召回。想知道这些靠谱神机怎么把车主坑到哭？点关注，接下来几分钟你们就知道靠谱为啥成了现代汽车行业最烧钱的谎言。1. 斯泰兰蒂斯1500 Blue HD 发动机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斯泰兰蒂斯的1500 Blue HD 发动机简直是柴油车主的噩梦。你想想，换个小小的氮氧化物传感器就要2000块欧元，一台车才开了15个月，想换个新的颗粒物过滤器，没3000块欧元下不来，这哪是修车，这简直是抢钱啊！这发动机也就是标致308、雪铁龙 C4 还有欧宝雅特上装的那款100 Blue HDI。2021年那会儿吹得天花乱坠，说是欧洲柴油发动机的终极进化版，什么 SCR 系统啊，最新款颗粒物过滤器啊，优化过的 EGR 循环啊，纸面上参数漂亮的没话说。结果呢，一上路全圆形闭路，设计它的人估计就想着怎么蒙混过关，通过那个欧6D Final 的排放标准，压根儿没考虑咱们老百姓日常怎么开。那个 SCR 系统矫情的不行，加的尿素质量稍微有点脾气，它就跟你闹罢工，整个系统直接锁死，给你限速到90公里每小时。发动机故障灯还天天亮着，跟个闪光弹似的，就算你天天跑高速，那个颗粒物过滤器也照样给你堵死，设计的太作了，不管你怎么开都躲不掉被堵的命运。不信你去法国的308车主俱乐部还有阿尔法车主论坛瞅瞅，这种破事儿几百条投诉都堆成山了。最让人来气的是啥？他们之前那款老款的16 HD 发动机那才叫一个靠谱，虽然数据上没那么先进，但皮实耐造，开在路上基本坏不了。结果呢，人家直接把这好端端的发动机给废了，非整出这么个能过实验室测试，一到现实生活就拉胯的玩意儿，真是气死人。2. 宝马 B48 2000涡轮增压发动机。宝马这次的操作，高端车主知道了估计得气炸，为了每台发动机省30欧，硬是把一款本来挺靠谱的发动机给改废了。从2022年开始，1系、3系和 X1 上装的这台 B48 2000涡轮增压发动机，官方宣传说是升级款，链条更结实，喷油系统优化，还用了新一代涡轮，听着挺唬人。结果呢，宝马偷偷把涡轮密封件换成了便宜货，直接后果就是新车烧机油烧得跟喝水似的，跑2000公里就得加1升。Beamer Post 论坛上吐槽的帖子越来越多，几百号车主全在骂同一件事儿，宝马还嘴硬，非说是磨合期正常现象，扯淡。明明就是偷工减料省成本，这还没完，开个1年出头，第二个惊喜准时到货，正时链条开始嘎啦嘎啦响，换一套链条加导轨，4000欧直接打水漂。对比之下，2019款的老 B48 反而稳如老狗。现在的宝马就这德行，技术吹得天花乱坠，质量做得稀碎。3. 奔驰 M2603 涡轮增压发动机，花3万5买辆奔驰 A 级，醒醒兄弟，这发动机压根儿不是奔驰亲生的，是雷诺在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工厂鼓捣出来的，跟雷诺梅甘娜同款底子，就刷了个奔驰 ECU 程序，换个3叉星标糊弄人。2021年开始，这 M260 发动机塞进 A 级、B 级和 GLA， 说是奔驰、雷诺、日产3方合作，其实奔驰自己都不好意思宣传。开个半年多涡轮就蔫了，1年出头直喷系统积碳，能堵到让你怀疑人生，去 4S 店清一次敢收你1800欧，这不就是雷诺祖传的毛病吗？但修车账单可是按奔驰标准来的，以前纯血统的 M270 发动机哪有这些破事儿？奔驰为了多赚钱，硬是把良心发动机给砍了。说白了，你这3万5欧元就买了个德国车标，发动机还是法国佬的配方，现在知道什么叫买标送车了。4. 沃尔沃 B4 2000轻混发动机，花大钱买罪受，花5万欧买辆 XC60 B4， 结果高速超车时发动机居然会怂进保护模式。2022年开始 XC60、XC90 和 S90 装的这款 B4 轻混纯属脱裤子放屁，本来发动机挺靠谱，非为了环保硬塞一堆破烂装置，这 48V 轻混和燃油机简直像吵架的夫妻，动力切换时直接给你断片。沃尔沃倒是勤快，天天推送软件更新，结果越更越糟，油耗暴涨，轻混电池掉电比手机还快，最要命的是电力系统抽风，把涡轮逼到过劳死。论坛里一堆人吐槽，新车开不到1年半涡轮就挂了。对比一下，2019款第4柴油机随随便便跑30万公里，这 B4 轻混开3万公里就开始作妖。
沃尔沃为了环保指标，连自家耐造的口碑都不要了，先刹个车，已经扒了5款假靠谱发动机，剩下2款更魔幻。日本某神机居然自毁100年招牌，德国某爆款在3国被告上法庭点个赞。咱们继续说。5. 丰田2000 Dynamic Force 混动发动机。说实话，这款发动机上榜我都觉得离谱，这可是以开不坏出名的丰田啊。但从2022年开始，装在卡罗拉 Cross X2和凯美瑞上的2000 Dynamic Force 混动发动机直接破了丰田的金身，成了他们家第一款投诉比好评还多的混动发动机。具体有多糟心，老司机们反映，长时间爬坡时热管理系统动不动就罢工进入保护模式，这种低级错误在做了25年混动的丰田身上简直闻所未闻。更绝的是，混动电池用不到1年半电量就能掉30%。现在丰田车主论坛和日本本土论坛上吐槽帖都快堆成山了。最气人的是，丰田为了在排放测试里多抠出2克二氧化碳，把系统改得过于复杂，结果让车主来擦屁股。现在这款混动发动机连2015年的老普锐斯都比不上，连丰田都开始为了环保指标牺牲可靠性，看来整个汽车行业真是病得不轻。6. 奥迪144 TFSI 插电混动发动机，花4万欧元，差不多30多万人民币买辆奥迪插混，结果发现这车身上背着4个定时炸弹燃油发动机、电动机、电池组，还有那个娇贵的控制系统。特别是2021年用在 A 飞和 Q3 上的 1.4 TFSI 插混，简直就是德国工程师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活教材。车主们都在吐槽，充着电突然就断了，油电切换时跟被人踹了一脚似的。最绝的是停个车，电池都能自己掉电。这还没完，奥迪论坛上老哥们算过账，头2年修车钱随随便便就得3000至6000欧。虽然保修期内厂家能管一部分，但等保修一过，您就等着像还房贷一样往车上砸钱。说白了就是零件越多越容易坏。插混车哪是什么技术升级啊，根本是把修车风险直接翻倍了好吗？7. 捷豹 Ingenium 2000 P300 轻混发动机，一辆装了 Ingenium P300 轻混发动机的捷豹 F-Pace 要60000欧元。这车本该代表英国豪华、精湛工艺和高端靠谱，结果却成了近几年最悄无声息、最尴尬的召回案例之一。因为这款发动机既没升级也没改进，就是被厂家直接抛弃了。捷豹路虎才装了2年就停装，这不是进化是认输。2021年起，装在捷豹 XF 和 F-Pace 上的 P300 轻混发动机，当初承诺的明明白白，动力更强，油耗更低，用混动技术引领未来。可车主拿到手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儿，开几个月就开始出苗头，水温异常偏高，风扇一直转，动力时好时坏，然后就是真正的大问题。负载情况下，比如高速超车急加速，发动机会过热，转速飙升，然后在最关键的时候突然掉动力，这不仅闹心，还很危险。紧接着另一个典型问题就来了，机油消耗异常，开了不到3万公里的车要不停补机油，这不是正常现象，也不是磨合期问题，就是结构性缺陷。再然后就是电子系统的问题，故障灯无缘无故亮起，错误码时有时无，各个控制单元之间无法正常通信。本来该辅助燃油发动机的轻混系统反倒成了故障放大器，每多一个部件就多一个故障点，而这款发动机的故障点实在太多了。德国 TÜV 的检测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，它的故障率在同级别里名列前茅。英国捷豹车主俱乐部记录了几百个案例，全是一样的症状，一样的问题，一样的维修成本。当问题变成系统性故障，法律后果也来了。德国和荷兰已经对捷豹路虎发起了集体诉讼，但最严重的还不是这个，而是捷豹后续的操作没有全球召回，没有彻底解决方案，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停装了这款发动机，仿佛它从来没存在过一样。那些买了这款车的人呢？现在开着一辆60000欧元的车，发动机却被厂家自己放弃了。7款发动机，7个靠谱承诺，7次背叛。斯泰兰蒂斯追着测试标准跑，宝马为了省钱偷工减料，奔驰把雷诺发动机卖成高端价，沃尔沃砸了自己的靠谱招牌，丰田改了自己的造车理念，奥迪把技术搞复杂到自毁，捷豹直接认输放弃。他们的共同点只有一个，现在卖靠谱的概念比真正造一台靠谱的发动机更赚钱。排放标准逼着厂家用不成熟的解决方案，厂家为了达标就照单全收，最后把风险全转嫁给了消费者。真正的靠谱不需要营销，生来就是为了好用。如果这个视频让你看清了真相，就订阅频道，把它分享给那些准备买新车还以为自己捡了大便宜的人。因为现在当一个厂家把话说得太满的时候，恰恰是你该开始怀疑的时候。嘿，